久违的再来聊聊男女平等的话题。日本当下的男女平等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网上都说日本女性社会地位低，甚至还有发达国家中最低的说法。依据嘛，无非就是冠夫姓，绝大多数女性都是全职家庭主妇之类的，即便就业，也多数都是辅助类以及杂物类的工作，薪资水平不高的同时，晋升空间也十分有限。仅有的少部分精英女性能在工作和薪资上与男性基本相同，但福利却也跟男性基本相同，完全就忽略了生理上的先天弱势。当然，产假啥的肯定还是有的，这个没有肯定不行。可是，在日本的一些地方，男性同样可以休产假。总体来说，还是男性占优，绝对意义上并不平等。可话说回来，凡事都有两面性。日本女性虽然成了家庭主妇，男性同时也成了社畜，一个人扛起了所有的社会压力。还有相当一部分男性会在回家后将工资上交给另一半。反观女性的日常，除了做家务，等月底没收另一半工资以外，就是化妆打扮，跟小姐妹喝下午茶啥的，基本没有什么社会压力。婚姻法上还倾向于女性。这种模式的社会分工，你能说不平等吗？讲道理不是日本人没有切身体会的，还真说不清楚。不过有一说一，日本历史上确实有女性地位明显高于男性，而且是大幅度高于男性的时代。几乎可以说，在那个时代，日本男女的社会分工跟现在的日本完全就不是一回事。女性就业比例大幅度提升，薪资待遇也很不错，就算是刚刚入职的新人，也能轻松拿上上百万日元的奖金。按常理来说，女性自身的收入高了，人家适当提升下择偶标准，这个没毛病，合情合理。可问题，当时的日本还存在一个问题：二战时期大量日本青年男丁死亡，所以在战后，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都鼓励生男孩，导致日本男性出生率持续拉高，截止1966年达到最高峰的107:100。虽然在70年代后期，日本当局意识到情况不对，及时调整，让女性出生率开始了抬升。可不管咋说，男性出生率持续高涨的那些年头，已经跟后面形成了断层。等这些儿童长大后，必然会出现适婚男女比例失衡的现象。偏偏这个比例失衡现象爆发的时期，恰好就是这段女性就业比例大幅度提升的时期，所以就又延伸出了一个新问题：女性自身优秀，择偶标准提升的同时，还男多女少。那么这个时期的日本单身男性竞争是不是就大了？想要恋爱结婚，是不是就得互相卷一下？卷来卷去，日本众多单身男性自身还没卷出个高低胜负的时候，却突然发现日本女性的择偶标准再次提升了。为人处事暂且不提，单从物质层面而言，男生没个1000万年薪，你还想找到女朋友？当然，这是结婚，一辈子就这么一次，女性挑一点没错，不还有恋爱吗？爱情才是真理，什么1000万年薪，什么豪车豪宅都是扯淡。可这样的终究是极少数，多数日本单身男孩还是要面对女性才是社会稀缺资源的时代大背景，所以就逐渐形成了一种跟现代这样1对1联谊截然不同的现象。那个时代的女性相当一部分都会同时和多个男孩联谊，通俗来讲就是养鱼。而且还贴切的将这些男孩分成了4种类型。第一种翻译过来就是跑腿男或者车夫，女孩想去哪了或者需要去拿什么东西了，打个电话随叫随到。想要让女孩自己出门坐地铁或者公交啥的，根本不可能。1990年，日本一家媒体曾专门做过一份统计，东京女大学生每30名里面至少有28名拥有跑腿男。当然，这个统计并非官方统计，也不乏一些女孩为了所谓的面子而撒谎，大家了解一下就好。不过也足以说明这种现象在当时并不稀缺。第二种男孩翻译过来叫付账君，言简意赅，就是别的时候不一定能想起，但买单的时候一定会想起你。第三种男孩叫上供男，一到情人节、圣诞节、平安夜啥的都不用打招呼，这些男孩自己就出现了。第四种男孩叫本命，这种才是当时日本女孩心目中的男朋友。但多数时候这个位置都是空缺的。总的来说，在那个时代，所有的日本年轻女性都是单身男性心中的女王，社会地位空前高涨。上一次这么高涨的时期，还得追溯到日本5家社会形成之前的女帝时代。短短2个世纪，先后有6位共8代女帝执政。相信说到这里，应该有不少朋友已经猜出，那个时代其实就是日本上世纪80年代前后的泡沫经济时代。也不知道该说是日本幸运还是说它不幸。说它不幸吧，当时正是美苏冷战的关键时期，美国股市也未能幸免，陷入萧条，东欧剧变也已经开始，给了日本一个渔翁得利的机会。以丰田汽车为首的日本制造业趁机打入欧美市场。截至1984年，美国贸易赤字总共才1233亿美金，其中光是对日本的赤字额就高达368亿。1985年又进一步扩大了496亿，连带着还冲击了一波美国制造业，大量工厂倒闭，失业率上涨。同年，由美国一家杂志评选出的世界银行储蓄排行榜上，排名前10的银行，日本有7家，更是包揽了第1到第4名。之后到了1986年7月，日本又正式对外宣布成为世界第1大债权国，底气不可谓不足。有了钱，当然是要想办法用来发展国家，对吧？为了扩大内需、刺激经济，日本当局大手一挥，直接就于1986年同年通过了总额3兆6320亿日元的特别综合经济对策。一直到1992年，用于公共事业投资的预算都是连年增加，最高时期约为美国的3.8倍。反映到社会现实，就是大量有用的没用的公路、桥梁等基建、旅游度假等娱乐设施，以及人均1000万年薪的大小企业。
这么看来，那个时期日本女孩择偶标准中的千万年薪也并不算离谱。毕竟1989年的日本出租车起步价都能涨到1万日元。可你要说幸运吧，日本当时的繁荣几乎全是泡沫，而且事实证明，这些泡沫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一旦泡沫破灭，大力投资的公共事业再无法实现盈利，肯定要面临一大堆的问题。就比如1988年日本九州岛宫崎县为了追赶时髦所投资的世界最大的室内沙滩以及海水浴场，耗资2157亿日元，看着挺厉害，可结果呢？从这个浴场出去3公里不到就是真正的大海。泡沫经济时期还好说，日本人人都有钱，或许会尝试下不一样的感觉。但泡沫破碎以后呢？既然有真正的大海，又还有谁愿意去这仿造的室内沙滩？类似的公共案例投资太多了。这还只是旅游消费领域，趁着泡沫经济搞投机，趁机飞涨，以至于日本当局最后不得不选择硬着陆的地价以及房地产，才是套牢日本公共投资资金的大头。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在日本这个各行业都是泡沫的泡沫经济时代，男女青年谈个恋爱，要说没有泡沫，说出去都不会有人信。毕竟消费成本在那放着，竞争也在那放着。不要说别人赚的也多，相对来说小礼物动辄几万日元，吃顿饭动辄20万日元，那不都属于正常消费吗？再上升到婚姻消费，只会更多。比如必须在一流酒店举办婚礼，蜜月旅行必须去欧美啥啥的，就算是婚房也要欧式建筑，而不是传统的和式建筑。哪怕小说作者本田透在《电波男》中或明或暗地讽刺这种奢侈消费为恋爱资本主义，依然改不了当时的日本男女青年都拥有这种奢侈消费的资本。但大家别忘了，日本那个时代的本质是泡沫经济。既然是泡沫，那么终究会有破灭的一天。1986年泡沫经济诞生，1996年泡沫幻灭。短短10年时间，大量日本资本被套牢在公共投资领域，经济硬着陆，国民收入急剧收缩，可被哄抬上去的物价、地价却没能回到原本的位置。反映到社会上，国民消费低迷，企业用人需求减少，女性就业时的先天生理弱势开始凸显，企业用人更倾向于男性，女性的社会地位也逐渐转型到现在这个男主外女主内的模样。与此同时，社会失业闲散人员的犯罪率开始上升，还有就是因就业以及种种社会压力而拉高的自杀率，再加上从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已经习惯了享乐消费主义的男女青年，得益于泡沫时代的经济红利，这才刚刚适应奢侈的享乐消费主义，同时把自己的择偶标准提了上去，或者趁这波红利结了婚，但准备玩几年再生孩子。结果你现在告诉我泡沫碎了，企业要降薪，甚至是裁员，可日本泡沫经济时代哄抬上去的物价却没能回到原本的位置。种种原因综合之下，女孩子的择偶标准即便降低，也已经回不到原来的位置。说白了就是有钱的时候想生，但竞争激烈，或者已经习惯独身享乐的生活，计划晚几年再生。现在泡沫碎了，职工被企业老板好吃好喝供着的时代已经成了过去式，苦日子来了都没钱了，不敢生。日本泡沫经济时代过后，经济低迷的同时，丁克主义大流行，少子化时代开始。虽然日本为了解决少子化问题，曾在后面就少子化问题出台了不少政策大纲，比如制定天使计划，充实育儿支援制度，制定育儿护理休业法，出台2例支援政策，要求企业、地方政府参与管理和培养孩子等等。可还是因为泡沫经济时代的种种历史遗留问题，非但无法有效解决，甚至还变本加厉，变得更为尖锐，连带着伴随少子化而衍生出来的社会难题的加剧，人口问题又成了继经济问题后限制日本发展的又一副沉重镣铐。我是大木，关注我，你不亏。我们下期再会。